指挥中心呼救，活佛即将被捕，你已暴露，请立刻撤离。什么？你敢违反活佛？受死吧！任务终于完成了。什么？相公。这是哪儿？相公，今日是我们的大喜之日。怎么这么大牌面？难道活佛没死？相公，是考验还是报复？相公可是贤妻，妾是在嫁之身。试试就知道了。不嫌弃。果酒，妾是江南女子，江南以果足为美。我操！真穿了，还穿成了人家洞房花烛夜的新郎。相公。这里是南宋嘉定16年，而我穿越的这具身体，沈墨，是南宋临安府钱塘县的一个小捕快，平日里为人低调，木讷寡言，因而混得也不怎么样，只能处理些偷鸡摸狗的小案子。唉，想不到忍辱负重，当了15年卧底之后，还能让我捞到个小官差当当。哎，昨天那就是正好那二十个臭人，一天天。哎，什么？你终于来了，出大案子了！啊？哎，什么？出大案子了？啊？什么案子？还不知道呢，刚把我们集合过来，马上就要出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那个捕头徐旺最近可是在抓你小辫子，他想找机会把你开除了。你抓紧找人凑凑钱，打点打点，说不定他的火气就消了啊！
行，多谢吕兄。嗨，刚来就失言，你搞我的吧？捕快的工作介于快手与捕头之间，说白了就是要会来事儿，往下培养10几个快手，收手有手。不错，会来事儿。往上孝敬捕头，逢年过节送点礼，日子也好过。哎，偏偏沈墨不会，不光没有拉拢小弟，给上头办事还挡着上司发财。能留到今天，都算是祖宗保佑。都他妈别唠了，过去集合。王虎，到。李强，这就是徐望。周志，走。沈墨，到。今天出了个大案子，县太爷亲自出马，一会儿给我机灵点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啊，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妥当，咱启程。走，走。官府查，闲人避让，让开。再往前走，可就是市舶司了。今天县官老爷这么兴师动众，难道是？所有人都不许动！你们几个，快把人给我压住了！是。大人，到了，你慢点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出什么事了？这是！哎呀！老实点，不许动！看来我想的没错，今天的案子跟胡商有关，也难怪他们如此看重。把人都给我看好了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大人，这个人有问题。他在看那里，那里有什么？去问问。叫什么名字？大人，小的叫张牛儿。老实点儿，不要东张西望的。孩子吓的。他神色慌乱，胆小如鼠，不像是作奸犯科之人，却又在案发现场藏有秘密，会是什么呢？有意思。把人都给我带过来。是。这是要开始审犯人了，只是不知那个墙角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是杀人案还是4个人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禀县尊大人，据万鹤生掌柜穆青呈报，案发于昨夜清明，店内的4名胡商当场死亡，仅此胡商阿普1人存活，他们带来的财宝也不翼而飞。阿普，案发的时候只有你在现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要好好说，想清楚了再说。是，上个月29号，我们几个带着货物上岸，我们远洋而来，一路颠簸，人也疲乏，就先来了此处歇脚。正逢这些天一直下雨，货也卖不出去，所以我们在店里连歇几日，日日饮酒，只等着天晴了才好出去做生意。来，喝酒。案发那晚正好是清明节，我们点了好酒好菜，痛饮了一整天。这个夜色将至，我要出门解手。慢着，
慢着，你的这间客房里面就有茅厕，就在房子的西面，你为何要出去接手？县令看着年纪不大，应当是新上任不久，有些焦躁。不过这一问倒是问得好，这个湖上阿普放着好好的茅厕不去，他为什么要绕一圈，一直走到院门外去尿尿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几日天天下雨，沟渠里到处涨水，那茅厕里面污水横流，小的怕污了鞋袜，才特意到院外去小解。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。继续。出门的时候他们都差不多喝醉了。再喝。我到了院子外，随便找了个墙角准备方便一下。就在这时候，天上忽然打了一道雷，我看到阴沟里有奇怪的东西，里面好像有东西。死人了！阿兰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兰明明还在屋里跟人喝酒，怎么会死了呢？还死在了外面！阿胡拉在上，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我喝多了，一定是我喝醉了。阿兰还在屋子里喝酒，我肯定撞鬼了。放轻松。真是阿兰！是阿兰。你是说阿兰是第一位死者？是，不是的，我不知道。继续。我一路跑回院子，中途还摔倒了一回。我跑回院子的时候，却看到房间里灯火通明，有4个人影，隐隐还传出嬉笑声。阿胡拉保佑，刚刚的一切应当是个幻觉。不对，如果那具尸体是真的的话，那屋子里面的阿兰怎么解释？如果阿兰早已经死了怎么办？那跟我和我一起繁衍了一整天的阿兰难道是鬼？我是不是一进到房间，如果我拆穿了他是鬼，他会不会勃然大怒，幡然变脸向我扑过来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我当时还想着，要是把刚才看到阿兰尸体的事情说出来，一定会把我当成疯子，或者觉得我喝多了在发癫，还不如带着莫尼亚再到院子外面的阴沟里看一次，看看那些尸体还在不在。都淋湿了。结果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。1个，2个，3个，4个。莫尼亚，莫尼亚不是在我身边吗？不见了，莫尼亚也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原来我也死了。
我们早就死了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其实我们早就变成鬼了。那我是怎么死的？我是怎么死的？阿胡兰在上，那根本就不是猫，那双眼睛极其恐怖，他是个妖怪，他是恶魔。一派胡言，连怪力乱神之说都出来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弄起来。是。这案子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么说来，你那天晚上看见的是包括你自己在内5具尸体？没错，阿兰、若汉、莫尼亚、罗斯，还有我，一共5具尸体。在这之后呢？之后，我晕过去了。我最后看到的情景是那只猫的眼睛，那是怪猫的眼睛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第二天醒来，是穆掌柜和他的伙计把我拍醒了。母亲，大人，这确实如此啊！店里的伙计是清晨时分挨个院子送面汤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客人，还有水沟里的尸体。你是说你也看到了阿普的尸体？大老爷饶命，当时现场只有这4具尸体啊！案发当晚，店里的伙计一直都在外面，可以保证绝对无人进出他们的院子。且为了防贼，还在院子水沟的排水口加装了铁栅栏，因此绝对无人轻易能进出，尸体数量绝对不会错。还是个密室杀人案。哦，这就怪了。晚上看着还是5具尸体，早上就只剩4个了。大人说的没错，我自己的尸体不见了，我们带回来的货物都不见了。大人，我没有撒谎。那只怪猫把我尸体吃了，它绝对是个妖怪，它是猫妖。周存，卢大人在上，岂容你信口雌黄，编造些怪力乱神之说。这案子涉及胡伤、财物被盗，还有鬼神之说，怕是不能善终了。郑爷爷，你怎么看？县尊大人，这件案子疑点甚多，这5名胡商带来的钱财宝物价值巨万，却不翼而飞，这是第一桩。根据阿普的口供，晚上和白天的尸体数目对不上，这是第2桩。此外，这个阿普讲述的案情经过也实在是太过离奇，只怕是其中有诈。这话的意思是怀疑阿普杀人夺宝。大人明鉴啊，小人绝非作奸犯科之辈，刚才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言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带下去好好盘问。是，大人明鉴，大人，真是猫妖把我尸体吃了，大人。这个案子牵扯颇多，卢大人怕是要屈打成招了。这个人眼神清明，不像是作奸犯科的人。哎，该不会真的有猫妖吧？我们这帮人真的要遇上猫妖的话，干得过吗？不清楚，现场铁栅栏完好，尸体和货物不见了，说不定啊，这猫妖本事大着。放肆！卢大人在此断案，你们竟敢目无官威，放一案情！大人，小的也是想为大人分忧嘛，不是？这小子可算让我逮着！大人，这沈墨素来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您的面妄议案情，怕不是早已看破了此案的玄机，才敢如此的不敬。沈墨，你要是真有什么高见，不妨当众说说，也好让我等开开眼。若是说不出，那便是藐视公堂，理当革职驱离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都是小的的错，是小的在下面乱嚼舌根，要怪就怪属下。沈墨，徐望刚才所言可是当真？你要是真有想法，今日就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一一说清楚。大人，
这两人藐视公堂，且沈墨言行怠慢，分明是不知悔改。以小人之见，不如将二人一同拿下，各赏10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什么说话呀？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还愣着干嘛？把这二人给我拖下去，各赏100大板。是。什么？不知那个墙角到底有所有人都死在人民界啊！那这怪猫猫尸体上可绝对是个妖怪，是猫妖！大人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这个案子有问题，胡商阿普绝不可能是凶手。慢着，让他说。大人，这个阿普所言是否属实，我不知情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胡商阿普确实不是此案的真凶。什么？此案分明是阿普杀人夺宝，还是你想说是二位大人判断有误？二位大人公务繁忙，对这些胡商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啊，但是小人却知晓一二。无碍，直说便是。他们这些胡商海运往来货物风险极大，他们每一次往返都是用性命在赌，而之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做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两国之间往返一次便有100倍之利。100倍？没错，他们从海外带回来的药石、珠宝等诸多奇物来到这里就是10倍获利，而后他们就会用赚来的钱钞换回我国的瓷器、茶叶和丝绸，带回之后又是10倍之利，这一来一回便有100倍之利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5位胡商结伴而来，刚到临安，货物还未出手。如果阿普在此时作案的话，我明白了。如果这个阿普在此时劫财害命，自己受尽我大宋刑律不说，宝物也会变成赃物。即便他逃脱了这次追捕，想把赃物卖出去，又谈何容易？大人英明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使这个阿普有杀人夺财之心，他为何不在回去的海路上行驶？到时候5个人连本带利，所有赚来的钱货都归于他手，岂不美哉？不错，这个阿普的供述也有些怪异之处。就算是这个阿普杀了人，他大可编造一个盗贼行凶的故事，也用不着把故事编得这么曲折离奇，一听就让人觉得疑点重重。这么说来，阿普的嫌疑大抵是可以排除，但是这桩怪案又是谁做的？回大人，在下愚钝，只能看出阿普的无辜，却未能勘破此案真凶的踪迹。无妨，你能看到这一层，已是大功一件。都散了吧，把尸体带回去交由仵作细细验看。胡商阿普暂且收监候审。万鹤生的掌柜和伙计一干人等，近日不许出城，随时听候传唤。店铺先行查封。是，大人这是不打算针灸了？大人说了，这案子事关胡商，是我天朝大国的颜面所在。这案子里样样耸人听闻，估计用不了半天就能传遍整个京城。案子要是破不了，大人的颜面可不好看。这几天都通知自己的快手给我撒开了查，尤其是赌坊、勾栏、当铺之类的，看看有没有人拿着胡商的宝贝出手。是，我把话放这儿，谁要是查出线索来，大人必有重赏。谁要是敢敷衍了事，仗着在大人面前露过脸就得意忘形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，这话就差点我名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！几位大人没发现的事儿，硬是被你发现了。嗨，侥幸而已。这个案子诡异，很容易让人想到鬼神之类。但若是抛掉鬼神之说也不难，只不过拿一份钱出一份力，没必要抢着这些大人的风头。这事也怪我，不该在私底下乱嚼舌根，给了那个徐望可乘之机。算我欠你个人情啊！行啊，那回头请我喝酒啊！别回头了呀，现在吧。改天吧。你先去啊，我呢看看还有什么蛛丝马迹。行吧，这地儿阴森森的，那我先回了。记住啊，改天一定。
刚才那伙计是看这里，这地面平整坚固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假山之类的，这只能是这墙砖了。到底是什么让那伙计如此在意？就是你了，还挺神。一斤10两银，这里的12两，约莫也得有130多两银子。那小子把金子藏在墙洞里，看来已成心病了，却不想正好遇上了我。这种烦恼还是我来承受吧。相公昨夜当真是第一次，为何那般懵了，还样样精通？羞死了！小姐，啊，小姐，如何？簪子当掉了，却只得了3000银子。怎么会？当铺骗你的吧？我家道中落，本想用这金簪拿去换些粮食，却也不成。小姐，姑爷昨晚是对您不好吗？没有，不是不好，就是，就是太好了，哪有人一夜5回还遇那钱？他打人了？哎呦，讨厌！别说了。相公，饿坏了吧？来坐。小福，快把粥端上来。家里没米没面，也不知道这两人是如何打扫的米缸，愣是扫出30-50粒碎米来熬了这碗粥。相公，快吃啊！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。家里就剩这些了，相公，您别嫌弃。我和小福商量好了，明天就出去找个活计，总不能让相公饿着肚子办差。娘子，你们就在家里面待好了啊！钱相公我出去赚。回来的时候买的桂花糕，吃吧，还热乎着呢。我不饿。来，吃吧，一起吃。多得很。那让相公见笑了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相公，我来伺候你就寝。昨晚新婚夜没搞清楚情况，一时有些懵了。嗨，不用，今天你和小福在这睡吧，我去外间。那怎么行？没事，好好休息。是。哎呀，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生活，舒缓优雅，倒也不错。娘子，你们就在家里面待好了，钱相公我出去赚。小姐，你说我学的像不像？他笑的时候那股子冷静，你学不来。好吧。小姐，你说姑爷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捕快的身份有大用，暂时还不能放弃。但那个徐旺摆明了想找机会开了我，明天去衙门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是得想个法子。
县城赵正义，他身居上位，当场被我反驳，却不急不躁，倒是个公关对象。如今有了钱，我就先去打点打点他。来，爷爷教你。老爷，门口有位县里的公差找您。来，带小少爷下去。是，少爷。赵大人，沈大郎，你这不带了点家乡的火腿和新茶。哎呀，你父亲和我都是老相识了，贤侄又何必客气呢？来，快坐，快坐。是。贤侄最近可是公务上的不顺啊？我听闻徐捕头对你是颇有微词，可是为了这事儿？哎，这区区小事怎敢劳烦大人呢？不是为了这个，那还能是什么？大人明鉴，今日啊，我是为了大义方之事来的。你是说大义方的案子？莫非你还有进展？大人容禀，小人今日看见了大义方之事，心中有些想法，所以特地过来找大人聊聊。但讲无妨。今日见那大义方人员繁杂，且那胡商携带的金银财宝数量众多，当时就想着这个地方早晚要出事。这果不其然，今天这个案子弄不好只是个开端，日后指不定生出什么事端。你说的也对，那你有什么章程？小人寻思着吧，这些案子最好别在咱们钱塘县发生，想要永绝后患，最好啊，在这个大义方附近开设一个军巡铺。军巡铺啊，没错，确实该增设个军巡铺才是。所谓军巡铺，就是相当于现代的治安岗亭，不过安全倒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一个军巡铺就是5个编制，而这里的编制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那贤侄，你的意思是？贤侄不才，当不了这个捕快。这不想着，若是能够增一个军巡铺，我这也好去弄一个铺兵当当，也落得一个清闲差事。茶叶怎么会发出这种龙价？贤侄少年老成，进退有度，能屈能伸，这可真是难得呀！哎，不敢当。你出的这个主意不错，明天我就把增设军巡部的章程报上去。若是事成，那大义方铺兵的位置，我尽力为贤侄腾挪就是了。尽力，那就是成了。小的多谢大人，那在下就先告退。去吧。哎。我还当这个沈墨是个愣头青，却不想是个有脑子的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咱们捕头被县太爷打了20大板，有这回事儿？徐旺被打了，这案子至今毫无线索。卢县令勃然大怒，放出话来，若再过3天案件还没有进展，就打捕头40大板，再过3天就是60大板。不止呢，6天后还要在徐旺的脸上刺金印。卢县令还说，案件要是没进展，到时候就在金印下边添上个地名，把徐旺刺配到远鄂军州去，当一个贼配军。这不就是流放吗？下这种重刑，看来卢大人也是没招了。不过这都跟我没关系，等我去了军巡铺，就不用趟这趟浑水了。安静，大家安静一下。县尊大人有事情要宣布。见过县尊大人。临安府批示下来，即日起大义方设立军巡铺，共有5人入选，依次是陆峥嵘在，江舒到，林舒到，张彦之到，陈远到。没有我？为什么？你们5人去军巡铺报到，其他人各司其职，都散了吧。是。这5个人里面，2个是县城赵正义的人，2个是主簿柳青的人，最后这个是捕头徐旺的亲信。这些人居然敢坐地分赃，名额一个都不留，收了礼却不办事。赵正义，你敢卖我？
贤侄，请留步。贤侄啊，这次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，这铺兵的名额，哎呀，真的是狼多肉少啊，实在争取不到啊。是，嘴上说着对不住，心里想的莫不是三言两语已经够给我面子了。不过老夫已经和捕头徐旺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今后不再为难。贤侄啊，为了你的事儿，老朽可是尽力了。哪里，赵大人，这话说得严重了。为了这种蝇头小事，还烦劳赵大人为我反复说项，在下已是感佩在心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大人对我一片栽培，在下定会铭记在心，没齿难忘。哎呀，知道就好，去吧，去忙吧。在下告退。赵正义，你已有取死之道，还真当我是面团可以随意拿捏？想当个铺兵都当不成，那就走着瞧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个案子上面限我们15日之内破案，现在时间剩的不多了，案子破不了，我要是板子，你们也别偷着乐，大不了整个钱塘县上下一锅端。县尊大人怎么收拾我，老子就怎么收拾你们。从今天开始，一天破不了案的，每个人给我领20板子，此后每过1天再领20板。15天期限到了，咱们钱塘县上上下下都他妈一起死囚，听明白没有？是。什么？我刚才说的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了，那就给我滚去查！还在这看？滚！看来我们被赵正义安排破兵这件事，徐旺也知情，反倒让他更想收拾我。一硝2硫3木炭，加点白糖，大1万。相公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这是个炮仗。炮仗啊！晚上我可能要去抓贼。所谓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万一贼人人多势众，本相公我呢又双拳难敌4手，我就用这个招呼其他捕快过来，一同抓贼。这样啊？姑爷，小姐一早就做的，您尝尝。多谢娘子。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好嘞。这县城赵正义和主簿柳青都卖过军巡铺编制名额，新兵上岗自然是要一一吩咐一下。您收好啊！徐旺，他跟那2个人不一样，身为捕头来到这里，自然要跟那些人打混一阵。徐旺，这可是你自己作死。哼！这里就是那个凶案现场，万和生老店的后院。3寸长的线香，大概能燃烧10多分钟的时间。
等到附近居民过来救援，起码是20分钟以后的事。强哥，沈墨，来，吃了没？挺清闲啊！一直说找你喝酒，你倒好，天天见不着人。那就今天吧，不醉不归。行，不醉不归。老板，上2壶好酒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什么？走水了？是啊，快去看看。这大义方方向，走啊，抓紧救火去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人家军巡铺的铺兵都没到，你先去了，你这不是抢人家校帽子戴呀？这火势要是蔓延了呢？往哪儿蔓延？这连成片连排的房子都没有啊！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来，吃完再说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哪里走水了呀？那个万和生老店的后院。啊！快！着火了！哪着火了？万和生后院。赶快救火呀！快点！快走！救火呀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快点！快救火呀！你看，他们过去了。走吧，现在过去看看吧。那边，快救水！那边，快那边去！那边，快，赶紧！快点！那边还有，快点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救火呀！快！救火！来！快！救火呀！快！哎呀，卢大人到！哎呀，完了！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完了！军巡部当值第1天就喝了酒，这还正巧烧了院子，这下全完了。徐旺，你带人喝酒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跟小人没关系啊！徐旺，身为捕头，办案不力，还带头喝酒误事，该当何罪？大人，不是小人的，大人，真不是我，小人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你听我说，这军巡铺才开张1天就发生火灾，而且这是一家老店，已经被查封，根本不住人，这怎么可能又明火？怎么可能发生火灾呢？徐旺还真不简单，短短数息之间也能找到这么个借口，看来我要发点力，不然会引火烧身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纵火想害你？什么？我们这些救火的步兵前脚才赶到，你后脚就跟过来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是不是你放的火？这话果然来了。不是，徐大人，你说是我放的火？当然是你，要不然你来这干什么？一定是他，这才1天时间，他就报复回来了。沈墨，老实交代。徐大人，这是大义方的案发现场，我来这当然是查案的。你说是我放的火，可是在着火之时，我跟吕强我们正在大街上吃饭呢，吕强跟那个饭店老板都能证明。是啊，沈某都说的是，我俩那顿饭吃的时间可不短。属下原本是想吃完饭就来大义方探他一番，小人说的是句句属实啊，不敢有任何欺瞒。幸亏沈哥你没让我往火场这边赶，要不然这事咱俩可说不清了。这回你还不死？大人，不可能！你俩胡说八道！大人，就是他俩干的！大人，就是沈墨，他想害我，他想冤枉我！大人，住口！本县捕头徐旺侦办案件不力，醉酒导致火灾，重则80大板，交由临安府议罪。5名军巡铺铺兵当值饮酒，导致火情扩大，一律重则20，开革职务。交给临安府那就是重罪了。大人，别！大人，小人冤枉！大人，真不是我干的，我就带着他们，我根本什么都没干的！大人，来人，带下去。
大人，这不是小人干的，大人，小人冤枉，大人，小人是被陷害的，大人，小人是被陷害的，大人。沈墨这小子，徐望针对的，转眼徐望就没了。军训部一事在他手里没有讨到好，那下一个难道是我？不行，此子断不可留。沈捕快明知已经设立了军训部，还要过来查案，还真是难得。你如此心忧大案，不知可有进展？想用这种方法落泼脏水，蠢货！你忘了上一个搞我的人刚被拉走。回禀大人，对于这件案子的线索，小人还真有一些猜想。哦，那你说说。大人，小人是这么想的，关于这件案子的所谓猫妖一说，属实是荒诞不经。就算真有猫妖，他杀人也就罢了，他为何要带走货物？所以小人推测，这件案子绝非是妖怪所为。继续。再者，这些胡商刚来到临安城4、5天，但这件案子表现得诡异异常，显然是经过了严密的策划，绝非一日之功。再者，这些胡商来回带来的大宗货物，想要来回搬运，显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。不错，还有呢。所以属下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这件案子的案犯一定要具备2个条件。这第一个就是他一定要对这些胡商了如指掌，随时都能清楚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至于另一个条件吧，就是对这个万鹤生的老店同样了如指掌。说的有理，那你说这2个案犯如今在哪儿？老子的心里面不但比你多了1000多年的刑侦技术，而且我还当过半辈子的罪犯，就凭你也配跟我斗？沈捕快，回大人，小人是这样想的，徐大人既然已经对万鹤生现在所有的伙计进行了排查，那如果是案发之前就已经离店的伙计呢？对啊，来人，把万鹤生的老板穆青给我带过来。是。掌柜的，我且问你，你们店里有没有在案发前就离职的伙计？案发之前回大人，确实有2个伙计，一个叫赵六，一个叫孟小乙，小人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。沈墨说的果然不错，真有这样的伙计。让捕快班带着老板穆青，兵分2路，把2个案犯捉拿在案，要快。是。回县尊大人，赵六儿和孟小乙都不在自家的居处。据他们家附近的邻居说，他们2个都是在几天前就离开了家，从此再没有回来过。方向对了。这小子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大人，如今缉拿案犯，追回赃物才是这桩案件的重中之重。说的有理，那你说这2个嫌犯能逃到哪去呢？大人，我就是一个捕快，人微言轻，我就别在这胡言乱语了。这小子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我居然因为诡异心窍，一下得罪了这么一个瘟神。眼下捕头位置出缺，捕快沈墨自主查案，有报国之心，分析案件一丝不错，有统领捕快的能力。着令沈墨升任代理捕头一职，若案件告破，本县必不吝提拔。感谢县尊大人的栽培。代理捕头，也就是先行使捕头的职责，到时候破了案子就提为捕头当做奖赏，案子不破再打回原形。这个卢县令打得个好算盘。不错不错，沈捕头，这案情大人，此地人多眼杂，不如……说的有理。你们几个留在这里看着火场，沈捕头走回县衙。小沈啊，今日真是多亏了你了。岂敢，这案件有进展，那都是县尊大人居中运筹帷幄之功。这几日见大人忧心国事，日渐消瘦，还想着如何为大人分忧才好。好了，
你倒是说说，这个案子要想告破，你有什么章程没有？关于这件案子啊，属下还真有一些思路。快道来。大人，你想啊，活下来的那个胡商阿普，他在案发之时非但醉酒，还昏迷不醒。既然这个案犯能够连杀4人，那再杀一个阿普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所以属下断定，这个活下来的阿普就是这个案犯特意留下来的活口。故意留下来的，为何？自然是为了借着这阿普之口，说出这桩案件的诸多离奇之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故意留下阿普，就是要让阿普的供述把我们带入歧途？没错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属下在回府衙的路上，对于案犯的去处有了一些其他的猜测。你说。属下是这么想的，胡商留下来的这些宝物既沉重又累赘，他们若是想要带着逃跑，恐怕难免会露出马脚。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没有连夜逃跑，而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匿下来，等到风声过去再做打算。没错，越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，越是咱们觉得不可能的地方，反倒越会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。可是偌大的临安城，几十万户人家，2、300万人口，难道让我们一家一户去搜查不成？那不行，天子脚下乃是首善之地，哪能这么干？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想到法子抓到人犯？只要大人信得过我呀。信得过，废话少说。那大人只管把这件案子交给我，等到属下把这桩案子前后经过都弄清楚之后，案犯自然会浮出水面。让你查案可以，可是这案子急如星火。大人放心，等到15日期限到来之前，属下定会给您来一个人赃俱获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这个案子离奇诡异，必定震动京师。结下身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那就干脆赌上这一票大的。好，这案子就交给你了。大人放心啊，迎父继伟，儿至千里，大人指日高升，属下还等着继续为大人效力。属下告退，去吧。沈墨呀，沈墨，今后我在官场上是屈居一隅，还是大展平生抱负，此番就看你的了。卢大人也是新官上任，城府不深，选了他当靠山，再想升迁，那不是指日可待。前提是先破了眼前这案子。我操，这手感怎么不太对啊？这几日都是我去拜见，小福跟着娘子睡屋里，这丫头怎么回到自己的床上也不言语一声？姑爷，叫什么叫？换地方睡你也不说一声，想干什么你？姑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真想干什么，喊破喉咙都没人救你。睡觉。小福平日里性子活泼，但也不至于贸然换床，应当是云环想让我回里面睡，又面嫩不好意思开口。哎呀，这两个小笨蛋，他就不知道我摸黑进来，肯定会上错床吗？哎呀，这丫头，
长大不少。哎呀，哎呀，娘子，想不到我沈某人纵横江湖这么久，今日居然中了你们的埋伏。你刚刚碰他哪儿了？我哪儿也没碰，骗人！真没碰。我还不了解小福那丫头吗？她刚刚那声惊呼，分明啊就是你碰到她的要害了。要害？什么要害？是不是这个要害啊？讨厌！周氏到，王虎到，吕强到。你们几个带着画师前往嫌犯赵六和孟小乙的家中，记录嫌犯特征。剩下的人带着画像前往街市搜寻嫌犯踪迹。是。另外安排衙门的仵作重新验尸，我要亲自督查。还有你吕强，你呢把胡商阿普从牢房里面提出来，我要重新审问。沈捕头，验尸和提审案犯都需要县尊大人的许可，您……县尊大人已经将此事全权交由我来处理，立刻就去。是，出发。嘿嘿，快点！大人，人带来了。说说吧，案发当日都发生了什么？3月29日清晨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金门码头，我们疲倦至极，到了万和生就是呼呼大睡，直到次日中午才睡醒。这些天，我们爱上了这里湿润的空气，清新的绿茶，就像婉约而宁静的少女。住口！谁让你说女人了？继续。好吧，4月1日那天，我们点了一桌好菜，还上了剑南玉冰烧。住口！不让你说女人就说酒是吧？说晚宴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未时开始的。因为我们向阿胡拉祷告是53刻，我们祷告完结束就开始了酒宴。把人带下去，另外再找几个人跟我去验尸。是，走。沈墨的审问重心是在案发之前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那段时间其实才是案情的关键？难道说我之前为了破案所做的推论全都错了？县尊大人，县尊大人，这种阿杂之事，怎敢烦劳县尊大人亲自前往？案情紧要，要是不亲眼看看，总归是不放心。仵作他们呢？已经吩咐让人去请了，应该快到了。哎呀，几具尸体而已，居然验了又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消遣老子。就是灯草一般的芝麻小官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参见大人，我等不知大人在此，还望大人恕罪。这俩人算是踢到铁板上了。赶紧开棺验尸，请县尊大人示下，小人先从哪个开始啊？自己看着办。是。死者胡商阿兰，45岁，系大义湖人。此时面色青紫，双眼突出，确认是惊吓恐惧而死。放屁！你看来沈捕头对小人写的尸志存在问题，却不知道小人所犯何错。死者眼睑上下血管爆裂，分明是窒息而死，自己看看去。若是窒息而死，舌头应该肿胀发紫，但是沈墨还懂这个？你说的那是上吊或者被勒死的死尸，他们颈部被勒，导致舌尖充血，舌尖自然肿胀。而这具死尸
他颈部没有勒痕，我不过说他是窒息而死，什么时候说是被勒死？要么是被勒，或者是被掐，不然如何窒息而死？案发当天正好下雨，发现尸体的水沟又充满了积水。如果死者此时正好昏迷，凶手只需要把他的衣襟蒙在他的脸上，不出半盏茶的时间，便会窒息而死。没想到这人居然对验尸这门道道如此清楚。钱塘县是京都大县，责任何其重大，怎会有你这种尸位素餐的废物？还有你，汇报一下莫尼亚的情况。胡商莫尼亚，38岁，系大义胡人。笨蛋，又错了！大人，不知小人错在何处了？这具尸体根本就不是莫尼亚。啊？你说不是莫尼亚？你怎么知道？去看看阿兰那具尸体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尸体下面穿的是什么？死者衣服里面贴身穿着一件奇怪的背心。奇怪？怎么个奇怪法？这是大义宗教的一种传承，他们信奉拜火教的家庭，孩子一出生就会被套上这种背心，终身不允许脱下，即使是死了也不行。你们两个但凡要是细心一点，就会发现这种背心只有莫尼亚的衣服里面没有。果然如此，居然又说对了。拜火教。回大人，属下听着胡商阿普嘴里边一直在念叨阿胡拉在上，便揣测他们应该是拜火教的信徒。如今加上他们3个人都穿着这种背心，足以证实。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确定他不是莫尼亚？不对。可你说出猜想的时候，分明还没有看过他的衣服啊。大人英明。当胡商阿普第一次发现尸体的时候，他转身就往房间跑。就在他在院子里面踌躇犹豫之时，却从房间里边走出来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莫尼亚。你原来是因为这个才确定莫尼亚并没有死。他出现的时机太巧了，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巧合，因为他的出现才导致阿普改变了行进方向，返回了案发现场。如果我们假设莫尼亚就是本案案犯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拦着阿普不让其进去？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胡商都已经死了，屋子里面没有活人。我的天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既然莫尼亚并没有死，那他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尸体又是谁？所以我倒要看看今天验的这具尸体到底是谁？不对啊，根据胡商阿普的供述，他在往回跑的时候，分明听到屋子里传来那些胡商们喝酒谈笑的声音。怎么你却说那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呢？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我怀疑本案的案犯一共有3个，分别是这万鹤生的前伙计赵六、孟小乙，再加上这个胡商莫尼亚。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解释。这个莫尼亚本身就是个胡人，他完全可以教赵六和孟小乙几句波斯语，让他们在房间内照着念就是。再加上当时阿普已经被吓破了胆，所以骗过他并不难。但是这个案子最大的谜团并没有解开。我明白您说的问题，其实这个案子的关键最重要的就在2个时间点上。哪2个？第一个就是当阿普走出房间想要解手之时，此时房间里面应该是4个人，而且阿兰也在里面。但就在他走出院子之后，随即就在水沟里发现了阿兰的尸体。不错，还有一个呢。这第2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便是阿普拉着莫尼亚走出院子之后，又在外面发现自己和莫尼亚5具尸体，这才是这个案件最诡异离奇的地方。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不管我们找出多少线索，都将毫无用处。说得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全都搞得清清楚楚。大人一片厚望，
小人诚惶诚恐，不敢辜负。县村大人，神捕头，快看这里！有发现？这是纹身。昔日以前家未贫，苦将前物结交亲。如今失路寻知己，行尽关山无一人。是4句诗。来人！在。马上去通知赵六和孟小乙的家属过来认人。哎，等会儿，强哥，你呢？去万和生通知他们的掌柜穆青过来，什么都不要跟人家说。是。你去让画师过来，把纹身临摹出来。是。你怀疑这具尸体是孟小乙，或者是赵六？你怀疑这具尸体是孟小乙，或者是赵六儿？没错，这个纹身颜色斑驳，说明时日已久，不可能是胡人，所以那就只能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你是说他们3个人共同作案，然后同伙内讧，杀了其中一个？倒不一定是同伙内讧，这个人的死有可能是案犯蓄谋已久。这个莫尼亚想让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而他需要一具尸体，他自己的尸体。原来如此，这个尸体是个宋人，但是他的须发可都是卷的呀！唉，人头猪脑，让开！那一人天生卷发，他们的毛发通常都是从根部开始卷的，而这个人的毛发，一看就是通过铁棒加热，后天加工而成。原来如此。唉，现在这个案子正在一步步接近真相，这个我倒能看出来，只是上面给的期限实在太短，到时候抓不到案犯，起获赃物，咱们钱塘县可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属下明白大人的意思，接下来属下会把精力放在抓捕案犯上。你有办法抓到人犯？你有什么线索？有个不方便告诉你的线索。好好的一大锭金子，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一场富贵砸到我的头上啊！可是居然还没有暖热乎呢。你说这好端端的金子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？这是谁？是鬼还是人？他要杀了我！这位后生啊，你嘴里的东西从何而来呀？这是我的汗金子，他们的是那锭黄金的事儿。就是他！大人饶命！那金子确实是小人拿的，可是那命案跟小人可没关系。给我细细道来，你要是敢骗我呀，我就把你钉死在地上。小的都明白，小的不敢说半句谎言。当时是清明节4日的早晨，万和生店里的伙计发现湖上小院子外面的水沟里竟然泡着一堆死尸。快看，水沟里死人了！那伙计大声叫人过来，而我就是赶来现场的第一批人。水沟里死人了！我天哪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呀？金子，真是金子！我当时只想着先把它藏起来，等风头过了再拿出来偷偷用。就是这样。对，还有官差当时来了，小的以为这风头就过去了。昨天那个店里着火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个金子给取回来，可是没想到金子居然没了。那这么说来，我的金子不是你拿的。你的金子？这个幽灵他就是那个死尸的湖上。我经商多年，就攒下了这些黄金呀！这要是没了，我死了我也不甘心呐！难道这个人影真的是个冤魂？哎，我的金子，
妈呀，鬼啊！沈捕头，你想找什么？来，照一下。这个墙外面是什么？是河道，可以直通岩桥河。原来如此，这根柱子配合墙上的洞，就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梯子，用来搬运大宗货物。货物从院内转移到河上的船里，且不会惊动任何人。看来就在搬运的过程中，他们遗落了一锭黄金，又恰好被张牛儿给发现了。等到他们搬运完了东西撤离的时候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拔出了那根柱子，远远地扔到了花木里面，但是却没有用青砖塞上那个墙洞。结果这个洞后来就成了张牛儿用来隐藏黄金的地点。若不是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，我还真发现不了这个洞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就在清明节的那天晚上，这面墙的墙外就停泊着一艘小船，两个人就是从小船上下来，越过高墙，进入到院子里面。在他们杀人夺宝撤离之后，船上依旧是两个人，只不过其中一个人就变成了莫尼亚。这下全明白了。我让你找的那两个人呢？都在屋里呢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小老儿一共找了2个人，都是平素和赵六、孟小乙私交甚密的伙计。带路。来，看看这个，你们认不认识？哎，这不是赵六儿的纹身吗？去年3伏天正热的时候，他打赤膊时我见过。这个赵六养不养猫？现在基本上案情都清楚了。莫尼亚带着2个伙计，利用墙上的台阶进入院子，杀人夺宝，再留下赵六儿充当胡人尸体。最后，莫尼亚带着孟小乙和货物乘船离开。只是那2个奇异的时间节点，又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行了，相公还没走啊？真好，这一觉把奴家都睡懵了，我还以为睡了一晚上，现在是早上呢。原来是睡的午觉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娘子，你可真是我的福宝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郭雅小姐，咱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大白天的，你们怎么没个够呀？哎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，这事儿哪有够啊？相公啊，你昨天晚上都没闭眼，你今天也没睡午觉，这就要出去了？娘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句话点醒了我，你立大功了。等本相公回来，好奖励你。你不知羞。我只说奖励你去杂耍看戏，你以为什么？你讨厌。走了。这案子是疑点颇多，需细细斟酌。哟，沈捕头这副样子，这是上哪儿查案去了？案子不知可有什么进展？要说这案件的进展吧，距离上头给的日期就剩下4天了，到时候卢大人必定倒台。你以为你这个代理捕头又能讨什么好处？
还真有。本案的第4位凶犯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这袋子这么小，怎么可能装下一个人？难道说沈墨带回来的是凶犯的人头？猫妖！妖怪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猫妖！妖怪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就是他。就是他。怪不得沈墨滚得一身是泥，原来他这几日神出鬼没，是出去抓这只猫去了。下去吧，我和沈捕头有要事要谈。沈墨，你敢戏弄我？怎么走着瞧？这猫妖你是怎么抓住的？哎呀，大人不会真的以为它真是一只猫妖吧？哼，妖怪一说，本官自然是不信的。只是看这只猫的样子，倒是有几分不得不信了。难道你真的有想要捉怪的手段？大人，其实抓这只猫真不比抓妖怪容易。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抓住的？那天我去了趟万和生，找人确定了，所谓莫尼亚的尸体其实就是赵六儿假扮的。在我的追问之下，他很快就想起这赵六生前养过一只很大的猫，而我根据线索很快就确定，赵六生前养的那只猫就是这只猫妖。他们要这只猫做什么？大人请看，阿普一行总共有5人，除去莫尼亚和阿普，现场一共是死了3个人。但是为了让案件变得更加曲折离奇，他们需要在现场留下阿普和莫尼亚的尸体，让活的阿普看见。不错，这活人伪装成死人，骗过本就吓破胆的阿普并不难，难的是当莫尼亚带着2个帮凶离开之后，现场立马少了一具莫尼亚的尸体。谁是真凶？一目了然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他们做了一个局，让赵六伪装成莫尼亚，黑夜之中只要身形相似，骗过旁人并不难。再让孟小乙伪装成阿普，吓了真的阿普一跳。而黑猫咬烂赵六的脸，是为了让尸体变得模糊，即使尸检也检查不出问题。这样既解决了尸体数量问题，又能完美清洗莫尼亚的嫌疑，此局方才完整。原来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！这只猫的作用是吓坏阿普以后，再破坏现场，让原本赵六儿的尸体被误认为是莫尼亚。大人英明。可是猫毕竟是猫，如何控制它恰好去咬赵六儿的脸呢？这就要回到我们之前的线索了。这只黑猫本来就是赵六养的，也许他们3人早就计划多年。赵六还特地养了一只黑猫，日日把食物放到脸上训练，只要黑猫一饿，就会跳到人的脸上乞食。案发当天，只要往脸上放一点猫粮，黑猫就能做出想要的效果。没错，刚才那只猫攻击赵先生的时候，也是冲着人脸去的。只可惜啊，这赵六费尽心思养了一只猫，最终却报应了自己。可是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。上头的意思是让我们抓到案犯。大人放心，只要您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保证让你人赃俱获。果真？哎，听说了没有？钱塘县卢县令呀，要传唤猫妖到案，在明天要正式宣判。可不是嘛，传的可邪乎了。这距离钱塘县破案的限期好像只有3天了。这县太爷是不是被逼得太急了，失心疯了？那可未必。据说这位县令大人看上去云淡风轻，丝毫不见急切窘迫的模样，倒像是个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当真如此？这么说来，这案子难道他真的能破？若是真破了案子，这位卢县令倒也是个人物。那是，升堂，威武！看见了吧？那位卢大人可是去年丙寅科的榜眼，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。要是审妖怪，非得这样的官才行。肃静！近日，本县治内大驿坊发生命案，
有胡商被杀，重宝遗失，案情震动京师。本县身为一方父母官，稽查案件责无旁贷。据查实，案犯中有猫妖一名，杀人毁尸，证据确凿。这只猫妖仅已被本县捉拿到案，于今日公审。待案犯猫妖，真抓住妖精了？真的假的？这肃静！堂下胡商，这案犯可是当日案发时的猫妖？这就是他！大胆猫妖！如今案情确凿，证人俱在，你认不认罪？你给我看看堂下的那些尸体，是不是由你亲手所杀？县令大人，堂下的那些尸体并非在下所杀。刚刚说话了，妖精居然说话了，口吐人言，这真是妖精。刚刚说话了，妖精居然说话了，口吐人言，这真是妖精。你说这些人不是你杀的，证人可是亲眼看到你正在撕扯死去的胡商尸体，你还敢抵赖？大人容禀，案发之时，小人撕扯的并不是胡商的尸体。什么？你说不是胡商的尸体？那是谁？那具尸体是我的一个朋友。当真有此事？把猫妖从笼子里放出来，让他指认一下尸体。这分明是胡商的尸体，怎么他却说是他的兄弟？是。啊！怎么放出来了？就是他！大堂之上还敢虚话？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来人，把猫妖刚才指认的那具尸体打开，给我详细检查一下，是不是胡商？我的儿啊！怎么是你呀？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小夫人赵氏，这具尸体是我的亲儿赵六儿。当真如此？我儿胳膊上这片花绣，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。他根本不是什么胡商，他是我的亲儿啊！怎么这样？原来如此，你先下去吧，本官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谢大人。猫妖，当时的案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人容禀，那胡商中有人害我的朋友赵六儿，又把赵六儿改扮成他自己的样子，好借机诈死逃走。小人决意为我赵六儿兄弟复仇，帮助县令大人捉拿此案凶犯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案犯身上的味道，在下远远就能闻到。我还知道案犯的大致去向，小人愿意带领大人去抓拿案犯，给我兄弟报仇。如此甚好。眼下案情复杂，此案不能拒检，本县令此猫妖带领捕快班捉拿本案要犯。退堂。申捕头，这次要是抓不到案犯，本官可就颜面无存了，再也没脸在这官场上出现了。大人放心，此去啊，定然万无一失。你用赋予之事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否则的话，小的明白。来，啊，谢谢大人。接下来就看咱们的了。我说沈捕头，我把整个仕途全压在这件事情上面。他们今天要是万一没有从这里经过，咱们可就惨了。大人放心吧，您审问猫妖一事足够离奇，2天的时间足够让这个消息传遍整个临安城。莫尼亚他们肯定会知道，而一旦他们知道这个猫妖能够去抓人，他们第一反应一定是逃跑。话虽如此，可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会从这个码头撤？您瞧好了，他们的货物重，
只能够顺流而下，趁着深夜从钱塘江水直出大海。他们的选择并不多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的本事其实并不是破案。那大人说说，我的本事到底是什么？你能把每一个人的人心看得清清楚楚，能让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跟着你下注。就像我现在这样，我这几天净想着这个案子破了之后我会如何风光，却从来没想过输了会怎么样。那些自以为有退路的人永远不会成功。还有，我还没输过。美人儿，再嘴一个。糟糕，这些公子哥们想放浪形骸不被发现，最喜上酒楼快活。可此处距离码头极近，万一他们闹出点动静，把人吓跑了怎么办？净捣乱。哪来的臭乞丐，速速离开！咱们也可是包了场的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这曲子，这词，甚是高雅，我竟从未听过。叫你们快走，没听见吗？要是惹了我们张公子的兴致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你给我闭嘴！不知是哪位贤者在此清修，小的们言语无状，倒是打扰到君子清静。乡野之人胡乱唱曲，打扰公子雅兴，某之罪也。只是在下主人在此，不便与之叙谈，诸位还请自便，见谅。这个人居然只是个下人，有仆如此，那这位没露面的主人又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敢，我等言语无状，徒惹君子一笑。既是主人不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真有你的，沈捕头。不过你这首曲子是从哪学的？嗨，胡乱听一个渔翁唱的。大人请看，咱们的鱼是不是上钩了？什么？小船、重载、双桨，就是他。莫尼亚、孟小乙，就是他。船上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上岸，否则所有捕快在放箭，生死不论。是。大人，人抓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从这里经过？我们县尊大人运筹帷幄，早就知道你们会来。你们这帮小贼，抓住又有何难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要不是县尊大人设计把你们两个逼出来，想要抓住你们这一对凶犯，还不知道要费多少手脚。一切早就在县尊大人的掌控之中。吹得有点过了吧？原来你们全都知道了。没想到你们大宋的官儿居然这么厉害。可是我这案子设计的天衣无缝，你们是怎么怀疑到我的？天衣无缝？你以为的天衣无缝，其实是千疮百孔。我不信，我精心设计了那么久，哪会有那么多破绽？行啊，那我就讲给你们听听，也好让你们死了这条心。最开始，你们在黄昏到来之际，夜色黑透之前的几分钟之内，就完成了杀人换尸的工作。这确实是困扰我一段时间，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你们是如何动的手脚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可能知道！
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你们不过是利用药物和人的惯性思维，偷走了1天的时间。时间很简单，2月29日那天，你们刚刚上岸，所有人人困马乏，又困又累，你就给他们的饮食之中下了安神的药物。来，喝茶，来，哎，兄弟，来。等到了时间，你将他们叫醒，稍微暗示，就会让他们觉得已经睡了1天1夜，而实际上，他们只睡了1个上午而已。你利用了这1天时间的信息差，3天后再次给所有人下药。吃来。等阿普一出门，所有人晕倒，甚至包括门外的阿普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有1整天的时间杀掉同伴，处理尸体，再转移货物。等一切都处理完毕，时间来到第2天晚上，阿普昏睡的时辰，你再将解药喂给阿普，甚至当时你还有可能一直蹲在他身边，亲眼看着他慢慢的苏醒。等阿普即将醒来，你再带着同伴回到屋内，伪装成阿普睡前继续喝酒的样子。来继续喝呀！这么一个神鬼莫测、诡异莫名的案子，就在你们的手上完成了。我有哪一点说的不对吗？这个案子也太过曲折诡谲了，而这个人的分析也未免太过详细细致，感觉这个人当时就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作案一样。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没想到我精心设计了这么长时间，几乎毫无破绽的案子，就这样轻松被你识破。而且你们还故意弄出审问猫妖的传闻，让我们慌不择路的逃跑，你们却正好在这里堵住我们。所谓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你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你们的案发地点选择在了钱塘县。当你们决定的那一刻，你们已经注定失败，因为你们碰上了我，闷卢大人。真是大开眼界呀！如此诡谲的案情，居然在卢县令的手上丝毫不差的一一破解。卢县令真乃神人也，在下刑部郎中张天如，甘拜下风。哪里，如今案件清楚明了，人赃俱获，还不认罪？也罢了。好快的刀！我操，这人手里拿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么硬！我要你死！不准动！妈的，这里居然真有内力一说，看来我也要好好的弄一把兵刃，扎扎实实的练练功夫了。带走！卢大人，属下先行羁押犯人，救治伤员。船上的贼赃我已先运回钱塘县衙了。如今大案已破，二位大人何不借此机会畅饮一番，好好的庆祝一下？这位小哥说的有理啊！难得如此良辰美景，我等正好想要听听卢县令是如何破获此等奇案呢。我正愁着如何跟这位张大人结交，这倒是瞌睡来了，有人送枕头，正有此意。哼。大人，沈墨来访。大人进来。是。大人。沈墨，你有什么事？你们都出去吧。
这些居然全都是胡商的宝物。这，你是从哪弄来的？这些赃物啊，都是我来负责登记的，所以我特地挑了几件最珍贵的，过来献给大人。这，你好大胆！你怎么肯啊？大人，我知道你素有青云之志，若是为官，定能造福一方。可要是你一直一清如水，将来如何在这官场沉浮啊？你说的也没错，大人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那些死去的胡商的。您为他们沉冤昭雪，他们也是感念在心，就不必多虑了。有你这样的一个下属，卢某在仕途上起码要少走20年的弯路。嗨，啊，对了，大人，属下斗胆向您讨件封赏。是捕快职位的事吗？自然是没问题。不是，这个东西叫做雪花冰铁，用它来打造武器，可以削铁如泥。若是大人允许，属下想用它来打造一件神兵利器啊，这不以后能更好保护大人安全吗？啊，那好，没问题。这些宝贝，他是有心想要，那2块雪花冰铁，只要自己留下来不就完了？为什么要特意绕上一个弯，大张旗鼓的朝我来讨赏？难道说这是投名状？沈捕头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哦，还有，听说你最近娶了新夫人，为了忙这个案子，弄得新婚夫人独守空房。你跟尊夫人说，这是我赔给她的。嗨，大人，这可使不得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那多谢大人。去吧。哎，这沈墨真是个难得的人才，真是惋惜。他站在了我这一边，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小姐都在这儿了。买菜做饭5两，给丈夫买新衣服10两。唉，还有人情往来、丫鬟的支出，这家里的银钱不多了，还要留给孩子，这样的开销可不成啊。娘子这是想要一个孩子了？哎呀，看来为夫的努力还是不够。相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多攒点，以后留给孩子。娘子，跟我来。啊！啊！金色珍珠，我的天啊！姑爷，原来大义房的案子是你做的。想什么呢？那2天，头一天洞房花烛，第2天我睡在你小床，这都忘了？不是你就好，其实是你做的也没关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姐，这个是？这个呀，是金刚钻，白色的最为常见，有色者为上品。你看，那种粉色的最贵。原来这就是金刚钻，好大呀！我也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金刚钻。唉，娘子，区区身外之物，不必如此。还身外之物呢？这可是宝物啊！这世间啊，唯有娘子才是我心中的宝物。相公现在哄人的本领可越发厉害了。哎，娘子，我这本领你不是都见识过吗？你们俩真是够了。相公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那这样也像是梦吗？哎，这几日对夫人是不是有些梦冷了？小姐，大
大半夜的洗什么脚啊？咱们家这位沈郎君啊，花样可多着呢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什么叫咱们家？怎么就以后知道了？小姐，你少编排我。少在那抵赖啊！那天是谁拿着沈郎君脱下来的衣服怼着鼻子闻，被我给逮了个正着。我那是闻闻衣服是不是让汗塌了，看看要不要洗洗。小姐，你冤枉人！姑爷，小福啊，跟谁置气呢？这是？才没有。哟，这南宋的生活啊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沈捕头，崇福侯府出事了，卢县令现在在那里，现在让你赶紧过去啊！崇福侯府，崇福侯杨俊，侯爷府里出事了。这下可麻烦了。来，这个，是味道很不错。王兄，来，我敬你。来，真好啊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各位，承蒙各位赏脸，让我们共饮此杯。来，共饮此杯啊！共饮此杯，干杯！多谢侯爷。坐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刺杀侯爷！快来人呐！啊！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！血液颜色有异啊，应该是被人下毒所致。侯爷，赶紧报官吧。钱塘县县令来了没有？下官在此。侯爷，前日我大义讽其案，街头向伟杰说你是一个断案能员。那么今日这个案子，本侯就交给你来办。是，侯爷如此信重，下官必定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么卢县令可有章程吗？诸位上官，有谁知道死者的姓名和官籍？我认识，死者是户部从六品郎中，名叫陆觉晓。这个张天儒也真是倒霉，今天居然坐在这个死鬼的旁边。这种毒药看起来发作时十分猛烈，所以很有可能凶手刚刚下药，甚至现在还在厅内。所以烦请诸位上官不要随意走动，暂时留在原地，待我钱塘县的工人查完现场，大家洗脱嫌疑，自然可以离去。那是自然，你就在这里查案便是。反正我这席酒宴也要喝到中宵为止。都坐下。小人属下有一名捕头，叫做沈墨。这个人目光锐利，勘察现场十分敏锐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传来。是。卢县令要破案，采用的第一招居然是先把自己的手下请出来。难道说那个沈墨沈捕头才是真正的断案高手？拜见侯爷，参见诸位大人。卢大人，你且听我说，刚才我们在这边喝酒的时候，多谢侯爷。来，来，共饮此杯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刺杀侯爷！快来人呐！
这种地方杀人，别是疯了。侯爷在上，你有什么招能找到凶手？赶紧使出来！在场的诸位大人，有谁知道这鬼凡楼是个什么去处？张大人，幸会。我也知道你头一个问的一定是我，你且只管问，我便知无不言。张大人言重了，您与死者离得最近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在案发之时，死者在喝下这杯毒酒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？案发当时，我们都没有其他动作。一个歌舞班子的表演刚刚结束，侯爷就让他的爱姬献舞一曲。可这爱姬还没上场，只有侯爷敬了大家一杯酒。各位，承蒙各位赏脸，让我们共饮此杯。好，来，多谢侯爷。刚喝完，这位大人这就出事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在场所有人的酒都是王府侍女所盗，简直荒谬至极！阁下是？在下王府客卿武凤亭。按照贵县所言，难不成是王府里的侍女给这位陆觉晓下毒了不成？我又没说是这位侍女下毒，我只是例行盘问，这位大人何故如此作态？侍女下毒，这一天根本就不可能。武大人高见，愿闻其详。在侍女倒酒时，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酒杯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在这样的情况，他怎么可能把毒明目张胆地放进酒杯里？对呀，说的有道理。对呀，不太可能啊。武大人说的可是这样？就是如此。你倒是下毒给我看看。可是我已经下完毒了呀。可我已经下好了呀。张大人现在面前的这个杯子，就是陆觉晓用的那个杯子。武大人要是不信的话，大可满饮此杯，看看到底有没有毒。什么？他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杯子给换了？这还不算，他居然敢和侯府客卿当面叫板，丝毫不留颜面。这小捕快是先疯了。我看像啊，你给那桌倒酒的侍女呢？把她给我找出来。禀王爷，负责张天如那一桌子的侍女叫冬琪。她人呢？回王爷的话，冬琪消失了。什么？一群废物！都去给我找！是。侯爷，找到冬琪了，就在大厅东墙的廊下，他已经死了。把这个贱人的尸体给我抬进来。等一下，侯爷，冬琴的死亡现场先不要动，我跟宪尊大人先去查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其他的蛛丝马迹。好，一起去。带路。这是剑伤，一剑封喉，是个用剑的高手。这是陆觉晓原本用的杯子。这个侍女给陆大人下了毒之后，也被人杀害了。这么一来，
在场宾客的嫌疑也就都洗清了。哦，可以见得。侯爷，这是您在侯府上举办的夜宴。如果是侯爷想要杀人的话，理应寻找更好的机会才是。其次，大庭广众之下连续作案2起，且残害同伙，这说明这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谋杀。再者说来，侯府所有的人都是受到拜帖而来，他们应该不会打无准备的仗。不错。这第3点嘛，就是这个鬼樊楼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地方，那么咱们就离真相不远了。这个沈墨3言2语就洗清了我和在场所有官员的嫌疑，当真是不简单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放心去查。若是说需要什么帮助，只管来找我便是。侯爷信重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今天晚上不慎说错了一句话，真是悔之晚矣。您在提起针灸侍女之时，就已经牵扯到了侯门内部，侯爷心里面难免会不高兴。幸好有你及时化解，不然就凭这一句话，我可就得罪这权势熏天的重福侯了。这没什么。不过我还是没想明白，凶手为何要在如此盛大的宴会上杀人？是啊，你不觉得他太傻了吗？如果真想杀了陆觉晓的话，只需要在他赴宴回家的路上给他一剑就行。弄不好，只要咱们搞清楚凶手为什么要在这宴会上杀人的原因，这桩案子就水落石出了。还有那个鬼樊楼，陆觉晓死之前写的那3个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有什么思路没有？按照我的估计，陆觉晓真正的死因，早在他赴宴之前就已经埋下来了。他在宴会上寡言少语，不至于得罪人，更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所以陆觉晓死前的一段经历，包括他的工作生活，还有死之前见了什么人，成了这桩案子最大的线索。你居然想到了这一层，可是刚才你在侯府可没有提及分毫啊。大人，您可别忘了，我只是说凶手不是侯爷和宾客，但是我没说这凶手没在侯府之中啊。这么多眼线，如果我们大张旗鼓的说了出去，那咱们还查什么案子？真不愧是你啊，你真是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啊！这后面的事情都被你一步一步算懂了，厉害啊！我即使再厉害，也是大人栽培的好啊。那你这个七窍玲珑心，有没有猜到，你今天晚上会死在这里？快！以我的剑法，杀你们2个不在话下，你不怕？尊驾那一剑封侯的本事，沈某早就见过。不过沈某也早有意会一会天下英雄，今日得此见到高手而杀之，岂不快哉？你似乎早知我要来。我跟卢大人分析案情的时候，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这个凶手一定至始至终就在这个侯府大厅里。那又如何？凶手一直想要永绝后患，在现场得知我2人接手此案，他肯定不放过我等。可惜啊，千算万算，最后还不是死在我的手里。小心！想不到这把绝世钢刀第一次用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可恶！该死的是你呀！来人，给我上！你竟然真的有装备？你没事吧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跟你废什么话？我跟你啰啰嗦嗦半天，就是为了等我这帮伙计围拢过来。奸诈小儿，你等着，我必杀你！人呢？妈的，功亏一篑，到底还是让这个家伙跑了。
侯爷，捕快沈墨求见。参见侯爷，小人特地前来说明。昨夜返程的时候，我们果真遇到了真凶。哦，可曾抓到啊？那个人手段了得，轻功绝世。我们钱塘县的捕快损失惨重，竟然没有碰到他一根手指头。属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去，把侍卫长传来。是。按说这件案子发生在我这府里，本侯确实不便派人跟着调查此案。不过嘛，参见侯爷。江城啊，一直以来辛苦了。这样吧，本侯放你几天假，出去跟年轻人接触接触啊。我看这位沈捕头就年轻有为啊。原来是这么个意思。侯爷心思缜密，手法精到，不愧是官宦世家出来的人物。属下明白。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好，去吧。江英雄一看就是武林豪杰啊！不必客气，我吃长几岁。沈兄弟要是抬爱，喊我一声江兄就可。江某是个粗人，侯爷说的意思我都清楚。接下来这几天，你就当我是保镖，要是遇到危险，尽管让我顶着就是。那大可不必啊，大可不必。只是那案犯一伙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高手。侯爷说多和人接触，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找几个人来，免得真到用的时候才发现人手不够。好，那个咱们去哪儿？启威镖局。这家镖局和我们侯府常来常往，总镖头跟我也是老搭档，找他要几个人，应当不难。好。哟，稀客呀，老莫。这位是启威的总镖头莫大通，这位是钱塘县的沈墨沈捕头。沈捕头，幸会。幸会幸会。你咋来了？是不是因为昨晚的案子？你这老货，消息倒是灵通。这起案子十分凶险，我来是想找你借几个人用用。这个好说。镖头。这种案子接着往下查，十足时是要流血出人命的。您老人家派人的时候可要仔细着些。这个我知道，我这4个徒弟，江湖人称启威4剑。要论功夫，满镖局除了老汉我，找不到比他们更厉害的。这回莫总镖头真是下了血本了。沈捕头，您瞧瞧，可还算满意？满意，都比我这3脚猫功夫强，非常满意。只不过不是启威4剑吗？还有1剑呢。小洛叫你呢。来了。我去，黑皮辣妹，腿完年啊！想不到这大宋还有这种尤物啊！爹，让各位见笑了。这是我的亲闺女，飞花剑莫小洛。长是长得丑了点，但还算听话。要是有不规矩的地方，还请沈捕头多多指点。别，这指点不敢当啊。没事，丑点没事，听话就行。不过这个莫老英雄，江湖凶险，你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派出来了？都是江湖儿女，在血海里厮杀惯了，没什么不妥的。更何况我这个闺女啊，长得跟黑铁塔似的。沈捕头，
你就拿他当小子来使唤便是。行，谢过莫老英雄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放在宋朝竟然无人欣赏，老天还真是对我不薄啊！师兄，咱都在这喝了5盏茶了，你到底想说啥？不解怨。来了。小娘子，跟三爷我回去玩玩怎么样啊？你他妈谁呀？三儿啊！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来，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们几个一人给你1刀，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大哥，别这样，你问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哎，知道鬼凡楼吗？知道。知道啊，那就好办了。过来，说吧。这个什么？什么时候这么多帮手了？鬼凡楼是个阿杂地儿，你们不知道也正常。那里位置偏僻，地势隐秘，常有拐子、窃贼在那儿活跃。总之，是个无法无天的地儿。没想到临安城还有这样的楼，不过为什么要在鬼凡楼呢？因为那里有不少被拐来的妇人女子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做点妓院的生意，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就有人自比为临安城最大的青楼樊楼，这才有了鬼樊楼之称。你可知道那地儿怎么走？知道，我知道。画下来。鬼凡楼，可算是找到你。各位大爷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不错。我还没醉。大爷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这地方确实偏，又偏又破。你怎么能确定那孟三一定知道鬼凡楼呢？之前在侯府的时候问过，一众官员都不知道。那就简单了，这世上除了阳春白雪，就只剩下下里巴人的勾当。来看一下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样一个一个的问下去？那倒不必。像这种地方总会有一个老大。所谓打蛇打7寸，要办成什么事，只要找他们的老大就行了。有道理啊。江英雄，拜托你了。喂，带我去见你们的魁首，不然我一脚一脚踢到你说为止。起来！好好饶命，就是这儿。滚吧！进来吧。怎么称呼啊？你可以叫我老杆子。钱塘县捕头沈墨，老人家过的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。我家魁首就是皇帝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少插嘴。再他妈朝我瞪眼睛，我弄死你啊！坐下。感情沈捕头今天到这里来是耀武扬威来了。那咱们就明说了吧。你身为魁首，
连自己身边的人都管不住吗？就说刚刚这小子跟我这么说话，到底你是管不了啊，还是本身就是你的意思啊？神捕头今日前来是有什么事？确实是有一件事情，想要找老人家帮个忙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咱们这朋友可就做不成了。哎，都说古来英雄出少年，这话说的真是没错。真是好一个沈墨，好一个英雄少年。沈哥是个人物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行，上道。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来，是有什么事儿？有一桩案子牵扯到鬼帆楼，让你手底下的人看一看，这个人最近有没有在鬼帆楼附近出现。小犊子，你去。沈捕头，你来的这几位朋友个个不是凡品，怎么不介绍给老朽认识认识？好说，重福楼府的长官江城，以及启卫镖局掌门千金莫小洛。哎呀，鬼帆楼倒是好久没来这么多新鲜人了。魁首，找着了。老干子，多谢相助，沈某以后必有厚报。哎，不如你以后少来几回，就当是报答我了，好不好？少不少来，看你表现。跟我走吧。画上这年轻人之前确实来过咱们这儿，他每次来都去一个叫蒙头子的人贩子那儿过夜，等到凌晨才走。他大概多久来一次？每隔10天来一次，规律的很，一天都没错过。啊，这就是蒙头子的家了。陆觉晓身为一个从6品的官员，满临安城的青楼妓馆哪里他去不得？为什么他偏偏要到这个最下作的地方来留宿？这不是疯了吗？不在啊。蒙头子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行啊，那就说点你知道的。蒙头子天生驼背，其他的跟我们的差不多。他拐人贩人，还时常用女人做些皮肉生意。大概是半年前吧，他拐过来一个女人，从那之后，画上这年轻人就经常来。那个女的长什么样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们这儿没串门的习惯。你想啊，要是别人平白无故的闯进你家里了，你不得利利索索的给他一刀？这女人自从来了之后就没出过门，没人知道她长什么样。那你有多久没见到蒙头子了？大概是2月1号。当时这年轻人来找他们的时候，蒙头子和女人还在，再后面就不清楚了。得了，线索又断了，走了。拿出来吧。还装？当然是你靴子里的东西。是啊，我们都看见你藏东西了，还不赶紧的？哎，好吧，闹了半天，我搞的这点小动作，你们一个不落都看见了。
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从地上抠下了一块土，还带回来了？嘘！我刚一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一股轻微的血腥味，而且地面上的泥土也有被鲜血浸透过的痕迹。但是天黑，我不确定，只好借着提靴子的方法取了一块土回来。臭不臭你？果然有血腥味儿，看来蒙驼子和那个女人真被杀了。你们回来的时候可有人跟踪？并无。那就好。先是下毒的是你东秦，再是接了案子的我们，最后连他生前常去的蒙驼子家都被清理。这个案子真是一点线索都不给咱们留啊！这个案犯这么急于掩盖事件的真相，我觉得这其中的内情一定不单单是一桩杀人案这么简单。这么说来，蒙驼子这条线也断了，我们还能从何查起？当然是陆觉晓。六品官员的档案，看来只能再去找侯爷了。怕是那个沈捕头来了，请吧。在下自是当不起侯爷这个请字。侯爷这个地方可真是个人间仙境啊。都说我家的长儿手合的新子香是临安城一绝，沈捕头觉得怎么样？自然是不错的，只是这仙境之中误入我这么一个粗人，岂不是糟蹋了相姑娘的一手好香？你呀，真是大煞风景。对了，案子查得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人手很得力，沈某没有后顾之忧，多谢侯爷的厚爱。不值一提。侯爷，此番前来是有一件事情，想要烦请侯爷出手帮忙。说来看看。那个死去的官员陆觉晓，在下想去他当值的户部衙门去查上一查。只不过在下只是一个县衙的捕头，去人家户部衙门查案，这不得让人家给我撵出来啊？这有何难？我给你写个条子便是。来人，侯爷，给他写一个去户部的条子，用上我的印。是。咱们可说好了，你拿着我的条子，可不能去人家部里大肆搜检，弄得鸡飞狗跳。当然不了，侯爷放宽心便是。我看这位沈捕头啊，自有那种让人听话的本事。请。陆兄生前无家无室，因而和几个官员同住一个房子里，这边就是陆兄的房子了。有劳吴兄。不妨事，您先看着。这里衣物被褥整洁，说明此人严于律己，自控性强。所用器物虽然简朴，但很有格调，应当是个优雅淡泊之人，称一句君子也不为过。可是这样的人，又怎么会每隔10天去一次鬼帆楼携酒侠姬，彻夜不归？福建路福州府疍民上岸改集，广南西路靖江府水患，湿地农户逃散，这可真够麻烦的。吴兄，陆大人生前经手的这些案件，
我怀疑与他被杀之事有关。您先不要动，回头我找人仔细查看。既然是侯爷的意思，那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。希望您早日找到线索，把陆兄的案子给破了，拿到真凶，开刀问斩。两人关系这么好啊，一定。哎，对了，吴兄，我看这里每一份卷宗都要有7、8个印鉴，这是户部的正常流程吗？不错，我们在办理户籍变动的时候，要么会牵扯上土地相遇，要么会扯上刑名案件，所以我们整日抱着卷宗到各个地方转，少一个印鉴批示都不成。多谢。小福，都擦一晚上了，还没擦够啊！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姑爷都在外坐2、3个时辰了，你还不管管？你还笑？姑爷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他这是想案子呢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说明快想好了。真的不用管管吗？我了解他，心事浩瀚如广宇，无声处听惊雷。等他想通了便好了，他若一动便是摧枯拉朽，若有九霄雷霆。小姐羞羞。讨厌。姑爷您出来了。废话，我不过来我还死里边。出去吧。小福。哎，娘子啊，下次想夸我，当面夸我，来，夸我2句来。你干嘛呀？小福还没走远呢。我在自己房间宽慰我娘子啊，随便看啊。讨厌。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九霄雷霆。臭男人就知道喝酒。哎呀，沈兄啊，之前老早就想请你喝一杯了，今天总算是给我这个面子了。哎呀，哪里。哎，话说如今案子情况如何啊？说到破案，这个案犯武功高强，心思十分狠毒，一旦被我们发现一条线索，立刻就会被他杀人灭口，掐断消息。属实是防乱不已啊。嗨，这也不难。卢大人和沈捕头何等大才，这之前的猫妖奇案不也是轻轻松松就拿下了？这种案子想必也是如此。张大人过誉了呀。哎，来，我等先为大人喝上一杯，等到案子告破之日，卢大人的声望必定更加如日中天。侯爷。参见侯爷，今天真是巧啊，竟然碰到你们也在这里吃酒。凤婷，一会儿跟老板说一下，这桌的酒钱先就我账上。那可请好，多谢侯爷赏酒喝。沈捕头和卢县令如此悠闲气质，莫不是已经找到了案子的凶手？那可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凤婷，好好的扯这些做甚？侯爷冤枉，我等不敢偷懒，只是现在案情进展顺利，是往在即，才想着轻松一下。有张有弛，方能长久。言之有理，一张一弛，方为文武之道。卢县令，你跟沈捕头搭档，短短几日就把案件查得清清楚楚，是个全才。回侯爷，这案件倒还真没查得清清楚楚。不过现在主犯已经锁定了，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案子的前因后果捋得那么清楚了呀。明日直接带人前往鬼帆楼，捉拿案件的主犯，一审便知。说得好。不过明日道兵凶险，你要注意安全呐。多谢侯爷。不过在下乃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啊，那种地方我就不去了。
行了，吃完酒赶紧去玩吧啊！祝你们明日旗开得胜。属下遵命。啊，你说你可真行啊！破案的事，你就敢这么狮子大张口答应下来？你竟然还敢说明天就把凶犯抓起来？对啊，咱们明天就去把这个凶犯抓起来啊！真的有把握吗？你这混小子，连我都敢蒙在鼓里。唉，本来我是不打算告诉你的，怕你露馅儿，没想到县尊大人一下就猜到了，真是冰雪聪明，蕙质兰心。来，敬你一个。你少来，拍马屁都不会。哎呀，他一直看着窗外，窗外有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县尊大人，您不担心吗？有神捕头在，需要咱们操什么心啊？可是咱们连像样的线索都没有，我感觉根本就摸不着头脑，更别说还要说。既然到了这个程度，也是时候出击了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你还是不了解神捕头这个人，他既然把话放出去，就一定会快刀斩乱麻，用摧枯拉朽一样的手段，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。可是这条乱麻线到底在哪儿？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使劲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沈墨，在我们这儿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普通人，一种是沈墨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莫姑娘要出发了。出发？去哪儿？鬼帆楼。按照计划，有2队衙役分别守住南北入口，再由莫大侠带领启威4县直接冲阵，遇到胆敢抵抗者就地格杀，务必要把老杆子捉拿归案。去吧。看我干嘛？你不去？所有的嫌犯都在鬼帆楼，我这又没什么危险，我就不去了。也是。哎，老姜，莫女侠是莫镖头唯一的女儿，把人给我活着带回来。谁让你管了？哎呀，这个有意思。什么事儿这么有意思呀？啊！我操！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？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讲？话说一位大夫上街买鱼，他刚上街买鱼，就有人请他出诊，他只好拎着鱼来到了病人家里。这个病人呢，是一位未出阁的姑娘，他就把鱼放到了1楼，然后去2楼给病人号脉。可是这号着号着吧，他突然就担心起了自己的鱼来，于是就问这个小姐：“哎，你这个下面有毛没有？”这个小姐听闻以后，只能含羞作答：“只有3、5根而已。”哎，你们咋不笑啊？大敌当前却丝毫不乱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家伙才能做到。只可惜你这个聪明的脑袋，今天就人头落地了。哎，人头落不落地还先两说。不过看到你之后，我才想明白，原来那天的黑衣杀手就是你。石灰的味道怎么样，老杆子？你说的对。还有你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明白，原来疯婆子用来招客的女人，竟然是王府的爱姬向长儿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你还真是长了一颗七窍玲珑的心啊。你居然能够猜到是我，可真是了不起啊。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其实这个案子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问题，
那就是这个陆觉晓为什么一次次的往鬼凡楼跑。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，那这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。承蒙沈大人看得起你一次次的引诱苦行僧一样的陆觉晓，用他来帮你完成你们的目的，只是可惜了这个陆觉晓啊。是啊，真是可惜了。哼，行了，你根本没有在可惜陆觉晓，你只是在可惜你交给陆觉晓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就发生了那样的事。你说的是酒宴上那件事吧？其实陆觉晓那天根本不用死，奈何侯爷临时起意，想让你登台献舞。你知道，只要你一旦登台，陆觉晓一定会把你认出来，因为你们每10日一次肌肤之亲，让他对你身上的每一寸都了如指掌。呸！你非要把这件事情说得这么露骨吗？现实比这还要露骨吧？你在上台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杀死了陆觉晓，只是当时你没有办法联系老杆子，所以你只能选择用毒杀。当陆觉晓毒发身亡之时，正好看见了你登台，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，蒙驼子这个人贩子是假的，你这个妓女也是假的，甚至连你们的名字都是假的，所以他只能用血在地上写下了鬼凡楼3个字，因为他知道只有这鬼凡楼真的假不了。你分析的简直是分毫不差，可是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把我和鬼凡楼那个女人联想到一起的。我和她分明没有任何联系。说起这个，自案发之日起，我就知道侯府之人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根据当日现场的情况，侯爷和宾客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，那唯一剩下的就是侯府身边的人。为此，我曾一度怀疑是那个武风亭，因为他一直在处处和我作对。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个人就是你，也只能是你。为何？因为昨日在酒楼，你一直在看风筝。风筝？这算什么破绽？你看的不是风筝，而是你看风筝的眼神。你在想，你被人派到这个重福侯的身边，就像这个风筝一样，不知道会飘向哪里，也或许会死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。莫非这个人是个妖怪？否则他如何能读懂我的心？这些心思我一看便是，因为做卧底我是专业的。聪明，可惜啊，你如果不是这么聪明的话，你也许根本不用死。谁说我今日会死？我早就知道这侯府身边有内奸，所以昨日在酒楼相见之时，我已经做好把你们引到这的准备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来吗？你知道的事还真多。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更多。看见这个了吗？你们处心积虑密谋3个月之久，就是为了得到他利州路兴元府240名老兵出兵即入户籍。这240个老兵根本就是敌国的奸细，你们想要趁机攻打兴元府，然后在关键时刻让其里应外合，对吧？二位西夏密谍。你说的没错，也真是难为你了，在这成百数千的案卷中能把它找出来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你们看看这些卷宗，这些用的都是兴元府出产的剪纸，这是户部专用。可这一张用的却是青檀皮纸，区别太大了。你还真是聪明绝顶的人，要是我大夏人多好。如果不是这张公文要到兵部用印才能生效，现在你们的计划怕是都成功了吧？谁能想到如此精妙的一个计划，居然就毁在你这个黄口小儿的手里！精妙你奶奶个腿！这他妈是谁想的蠢猪主意？还敢出言不逊！蠢猪！利州路与西夏并不接壤，即使你们打下来也守不住。眼下西夏和我国都是危如累卵，未来都有亡国灭种的可能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两国交好，尚有一丝生路，而你们
却还想着抢东西，这不是蠢猪又是什么？亡国灭种，你说的莫不是北方的金国？他们的军队早就没了锐气，哪里还有南下之能？我说的是蒙古，你个傻叉！眼下金国西夏还有这里，全都岌岌可危。到了这种时候，你们居然还只想着抢东西，你可真有出息！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捕快，居然知道这些事。不要听他东拉西扯，纵然你多智近妖，能把案子想得明明白白，那又如何？你始终要死在我的剑下！老杆子，你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吗？有什么不对？哼，你的武力强我10倍，如果单独和你交手的话，我几乎必死无疑啊！但我现在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在这儿，我却丝毫不在意，你就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喋喋不休的反复拖延时间，这当然不正常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杀了你就好了。唉，莽夫，既然你们不关心，那我只好自己揭开这个谜底。其实我所有的武力，启威四剑和侍卫长江城根本没有往鬼凡楼那里去。我昨天故意让侯府放出这个消息，就是为了引诱你们到这里来。如今你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来的正好，他们几个呢，把启威四剑叫出来，咱们5个人一起，先拿下个老杆子再说。你说启威四剑，他们应该还在鬼凡楼吧？什么？原来竟然是这样！哼，我他娘的真是一头猪！我还以为只是在王府内部有奸细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在我的身边竟然也有一个奸细！白天，我这个队长真的就把启威四剑派去了鬼凡楼。如今是2名剑术高手对付一个无名捕快，如何？怪不得老杆子和向长儿毫不慌张，原来我的计划他们早已知晓。你说的没错，那些所谓的英雄，哪个又不是被命运玩弄于手掌之上？你能躲过猫妖案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行，我得活下去。要是没有了我，云欢和小夫在这世上就如同待宰的羔羊，我不能死。那么大好的一个名模莫小洛，除了我，这世上还有谁会来欣赏他？怎么，临死之前还打算挣扎一下？哎，这话让你说的，就是杀一只鸡，他还得扑腾扑腾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杀了我之后，你们的计划还会继续。只不过陆觉晓已经死了，你们还会再换一个人选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吴岭，他正好按序晋升。陆觉晓死后，他接手陆觉晓经手的案卷，而你神捕头在我们这件事里面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。那就好办了。看来你们的任务比你们的性命更重要。赶快杀了他！不管他说什么，杀了他就一了百了。要杀便杀！虽然今日我无法阻止你们杀了我，但是你们的任务也注定会失败，因为你们的计划已经泄露了。你们以为在钱塘县里只有我一个人知晓此案的案情吗？你说的是卢县令，县令最多只知道老杆子的身份，
对向长儿却是一无所知。另外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棒槌懂个屁的破案。你当我跟你这2天连这都看不出来？我说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卢县令，在钱塘县衙，我有一个真正的师傅，我这一身的本领可都是我师傅教的，包括这桩案件的案情，他也自然知晓。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县中县丞赵正义。怎么了？那个赵正义，我在钱塘县衙里见过他几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2人每次碰面神情都有些古怪，尤其是那个赵正义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先杀了这小子，回头再杀赵正义。来不及了，我师父的才能在我之上。我们约好今日抓住犯人之后一同审讯，如今有时已过，我还未归，他定然是知晓我已经出事了，所以他现在不是再去城府侯府求助，就是去刑部报官的路上。老姜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去县衙堵住那个赵正义，如果他要是不在那里，你就去侯府那边守着。侯府里熟悉我的人太多了，我要是去的话，恐怕会被他们看出破绽。可是这个家伙，就他那2下子，我一个人能对付10个，还不快去？嘿，这件事真是匪夷所思。本来你是被人派过来保护我的，现在却成了我的死对头，真是奇怪。死了就不奇怪了。慢着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吗？你把我们骂了一通，险些还坏了我们的大计，现在反而还想求饶？当然了，聪明人也需要明哲保身，也需要升官发财。再说了，我出去跟人家说，我说侯府的爱姬是西夏密谍，还与他的侍卫长私通，那外人他也不会相信呐。再说了，我真那么说，人家侯爷该怎么对待我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把案件调查清楚了，但是并没有打算把我们几个揭发出来？没错，而且我知道，我这番话对谁讲都白搭，只有对你这个聪明的女人讲，你才能听得懂。我已经听明白了，你这么胡说八道一通，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，保住自己的性命罢了。居然又被你这个女人拆穿了，果然是聪明。哎，那你们想不想知道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侯爷的身边出现内奸的？在鬼凡楼的时候，你发现屋子里有血迹，知道蒙驼子被人灭了口？当然不是，杀人灭口只能说明凶手小心谨慎，我又怎么会往这上面去想？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老杆子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那就是那天我搜查完蒙驼子的房间，离开鬼凡楼之后，他居然都没有派人来跟踪我，甚至我大摇大摆的走出鬼凡楼，还顺走了一撮泥土，他都有恃无恐。兴许他并不知道你带走了泥土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我故意做给你们看的呀。什么？那天在酒宴之上，我换东西的身手你也见识到了吧？如果我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一样东西，我会让江城看见吗？我的手法有那么差吗？是，他明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这一点，但是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看见了。然后呢？在场的人当时可都看见了，包括那个小犊子，但他却十分痛快地放我走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根本不需要派人跟踪我，就知道我每时每刻身上发生了什么。这不是有内奸又是什么呀？就凭这个你就能如此肯定？当然还有，鬼凡楼那个地方杀人简单，藏尸难。这个地方白天大家睡觉，晚上做生意，不管是白天偷偷摸摸的把尸体运走，还是晚上明目张胆的把尸体运送出去，都不可能，除非是鬼凡楼的魁首老杆子。这么几个小小的破绽，就暴露了我和老杆子维系多年的身份。这个妖孽到底是不是人？这个人不能留，给我杀了他！
妈的，那4个笨猪，我已经费尽心机竭尽全力的拖了那么久，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你还真想要和我动手？其实沈某真正的武功叫做飞天御剑流拔刀术，江兄小心，沈某要失礼了。就凭你这把破叉子，既然你的功夫有个这么奢侈的名号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你不骄不躁，等你行功圆满，等你人剑合一，也等你气势凝沉。说实话，沈某很难得遇见你这样的对手，若是等你行功未满之时贸然出手，岂不是有点胜之不武？所以沈某决定等等你，我等等你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个人巧舌如簧，江城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在拖延时间是不会闭嘴的。我去！这就是飞天御剑流？什么鬼东西？原来打的是逃跑的主意。你能打谁10个呀？你偷袭！练了那么久的破风八刀，终于是派上用场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以江城的武功，怎么可能被你一刀斩杀？站住！可惜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不是我们大宋人。你因为侯爷的一个偶然决定陷入绝境，我也因为老杆子的一个轻微疏忽暴露了自己。如今局势虽然逆转，但也不过是天意罢了。我们都自认为自己是聪明人，其实谁还不是被命运玩弄于手掌之上？你说的不错，不过天命在我，是你输了。天命？你就没听说过天威难测吗？没想到老杆子居然这么快就杀了赵正义，我没等来自己的援兵，反而把敌人的援兵等来了。七位四剑呢？那几颗料怎么还没到？都是猪吗？你说谁是猪？这个女的交给我，你们几个对付老杆子。你小心点，她也许会武功。对付女侠，我擅长。我就知道，终会有这么一天。女人对付男人，反反复复就那么几招。我觉得你这双手，还是燃香更合适。让我死，求你了。虽然很想继续这么抱着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可能就真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大夏、宋金两国，如果继续这么下去，那我们迟早都会完蛋。我知道你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我需要你把这些话带回去给你上司们听，他们或许有人会相信，也许有人会想通。要是西夏人能想明白这些事情，那我们就有希望。不会有人懂的，食肉者鄙，他们这些人自大愚蠢，谁会相信这些事？只要他们还有人能听进去，我们终归还是有一丝希望的。唇亡齿寒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总是会有人听明白的。我需要你把这些话带回去，说给他们听，而且你最好也要保重自己，因为我们之后还是会见面。你真的想放我走？剑还你，你赶紧走。
刀送你了。日后如果让我看见你，我也饶你不死。下次也别让我碰到你啊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喜欢你一次。什么呀？送人剑还把剑鞘拿走了？不行了，我这那个女人插我眼睛，还给了我一刀。你怎么搞的？被一个女人伤成这样！香肠儿居然打伤了这个废物，真是太好了！小心！坏了！原来你……看来还得我亲自出手啊！你什么你？我一身绝世武功，单杀一个老干子，奇怪吗？不奇怪。江大哥，真的是内奸吗？我早就猜到了，侯府之中出了个内奸，所以那日在酒席之上，我特意说出了今天的计划。本想着让江城给我来一个配合，却没想到他才是那个内奸。哎，差点没了。我去！干啥？啊！侯府之中出了这么大的内奸啊，那人家侯爷脸上肯定没面子，所以咱们理应要为重复侯府保守秘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女人呢？那个女人其实就是蒙驼子拐卖的那个女人，她并没有死，死的从来只有蒙驼子一个人。哎呀，这个女人不重要啊，已经被我追上来杀了，尸体已经顺着河流飘走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件案子已经破了。没错，老干子绑架了冬琴的父母，让他在酒宴上下毒。于是我们顺着线索找到了鬼帆楼，确定了老干子就是幕后真凶。今日我们声东击西，合力在此将老干子围杀，案件就此真相大白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我脑子不好，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吧。反正江大哥的事我会隐瞒他，绝对不会透露一丝一毫，你放心好了。那就好。感谢诸位今日为我沈墨浴血拼杀，若不是诸位啊，在下可能就身首异处了。若各位大哥不弃的话，沈墨愿与诸位结为生死兄弟。诸位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沈捕头为民除害，我等能为此案出些微薄之力，也是我们启为四剑平生之幸。这一伙密谍如此胆大包天，真是好生惊险呐！侯爷要是没有别的意见，那我们钱塘县就按这个结案了。就这么办吧。是。对了，侯爷，属下还有几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这第一件事，这老干子既然能够把渗透清源府的事情运作到这种程度，那证明那西夏的240名老兵，可见已经都到清源府境内了。王爷可以立刻派快马前往边关守将，令其斩草除根。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处理，如果留着他们，必将后患。这第二件事情，这个鬼帆楼老干子经营多年，里边藏污纳垢，残害黎民百姓的事情数不胜数，还请侯爷下令将其彻底铲除。这些密谍居然敢在天子脚下经营出这么一大片地方藏污纳垢，本侯岂能容忍？还有这第三件事情，就是冬琴的父母可能还在鬼帆楼拘押着，如果王爷您碰到他们，请您将他们顺手解救出来。还有启威镖局的四剑，在鬼帆楼一战中可谓是奋勇杀敌，人人浴血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还请侯爷嘉奖。这件事情我知道怎么做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多谢侯爷，属下没有别的事了。说起这个，我府中的侍妾向长儿
突然不见了。还有江城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怎么不见他回来？啊，回侯爷，属下没有见到过这两人。这江大哥，我们也好几个月没有相见了。至于王爷的侍妾，怕是私逃了吧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如此言语无礼！给我住口！沈捕头，你说的好啊！你们都退下。这么说来，是那天的酒宴上，我的这位爱姬吓着了，所以才不告而别。那你说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这位重复侯爷一点都不傻，他能说出这番话来，说明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侯爷，正所谓一入侯门深似海，江城和向长儿二人这一出侯门，怕是要与您天人永隔，再也没有福分伺候侯爷您了。沈捕头，真是了得啊！本侯现在才想清楚，大义坊的猫妖案，那件案子都是卢大人在运筹帷幄，小人只是奉命行事。还有这件鬼帆楼的案子，也都是卢大人居中指挥，小人这才顺利的破获此案。那个卢县令他有你这样的下属，真是好福气呀。他说人才难得，还真是人才难得啊。你说的有关卢县令的事情，我心中有数，你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啊？回王爷，没有了。你刚才连提了4条，不是为了国家，便是为了朋友，就连东秦的父母你都惦记，还为你的上官升迁求情，那你怎么就不说自己的事情？昨天晚上钱塘县的县城赵正己无故被杀，现在职位正在出缺。侯爷，您可千万别，属下现在这个捕头之职啊，忙的时候忙案子，闲的时候呢悠哉悠哉，十分的逍遥快活。万一真要当了这县城之职，那繁琐的事情一大堆，就没那么方便了。你呀，真是懒得出奇。罢了，既然你自己愿意悠悠江湖，那便随你去吧。多谢侯爷。哎呀！夫君啊，长久以往，妾的身体可遭不住。您要是有可心的姐姐妹妹，不妨娶一个回来。娘子此言当真？其实小福那点鬼心思，我早就知道，妾身也是愿意的。只不过小福年纪太小，14、15岁的年纪，娶回来也不顶事。要是夫君有可心的姐妹，不妨娶回来，我们轮流服务，这样我也可以省心。南宋真是个好南宋，再来一次。